前网程序大概是这样，因为先用那个煮法啊，把这个渔网全部放进煮法宾馆，然后就绕着这个鱼温绕一圈，绕一圈之后。就把整个鱼群把它聚集过来，把它聚集过来的时候呢，伊就甲放入这个咱所谓布刀啊，算暂养的所在。来，因为咱一届一定有漏网之鱼嘛，你有漏网之鱼的时候，咱就会搁砍第二届，就是头到网收起来，来搁放搁砍一届，来搁甲放入。这标准是2次。当下你若是主家，像我们渔温是指纹嘛，我们认为说，阿姨安尼跟他头到招出来嘴啊，我可要要求第3届，我要搁加钱，可要第3届也可以，让去看第3帮。所以他在家看的话要再加钱。一般正常来讲是会啦，除非讲像阮啊，还没交情真好，也敢讲这个好像搁还好，好了吧，就是爱有人看交情，不过正常来讲，真是爱加钱的，你标准来看2届呢。他像现在这个直播6、7点已经第2场要去签第2场，他到差不多9点、10点呢要签第3场。所以他们等一下还要签2场。我们就是他说排不出来，我只好邀他4点了，4点来签了。下来啦，你不是讲咧等鱼啊？我们分享泰国虾最主要目的就是讲，因为泰国虾伊是算底栖性的迄个虾子，伫底栖的时阵有当下我们这个要给乌鱼吃的饵料有时候没有那么好控制，所以说如果万一说，鱼啊伊食饵料伊食无了，落伫窟底，是不是对咱的水质会无好去？所以讲咱个分享一寡像泰国虾。甚至像螃蟹这种算底栖的物件也更加咱伊食不了饵料，伊个捡起来食，咱这水质较袂去污染去。来第2个就是讲，有时候伊缺氧时阵伊是一个最明显标的，比如讲咱即马余温半夜出状况，伊开始咧轻度缺氧时阵它白虾跟那个乌鱼它不会很明显跑到水面上，互你看得到，你跑到水面上拢是最严重的程度啊。但是泰国虾呢，伊伫稍微缺氧的时候呢，伊就规拢跑到岸边了。对咱来讲我们在询问的时候，这边很快就讲，开始用泰国虾，咱就知讲这块现在出问题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最明显的标的所以说我们每个池子都会混养泰国虾呢，嘛是算是一部分的额外收入安尼。虱目鱼，一般来讲，因是讲含乌鱼壳蓝蛾子会弄啦，但是我个人猜测，应该是可能人家混养虱目鱼然后好像养殖效果也非常不错所以讲即马变成造就，即马乌鱼壳大部分一个池子当中会放一个300尾、500尾的虱目鱼就去混养着，安尼嘛有人家看这讲这是额外收入安尼。大概开始东北季风在行，天气开始冷下来，伊这脑下垂体也受到刺激嘛，开始它一开始会给鸡还慢是软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伊的过程是它越来越大到某个时间点过后一开始油脂成分会偏高，偏高的时阵这个人工的鱼鸡油脂成分已经过头了，过头就用纯地单价钱。所以说我们可能东北季风在行的时阵我们可能会叫客人来采样，这喜欢大家礼拜1采样，起来我甲画几看，看它的那个油脂的厚度，因为油脂厚度个加高，代表讲这鸡鸭的大，它还有成长的空间。那表油脂厚度一定基本无来讲个剩余肉蛋比，它这是鱼体重乘以肉蛋，就是鱼体重乘以12%，大概。那假设伊鱼蛋的重量加鱼体重的12%，安尼代表讲，这块鱼迄个乌鱼子算是合格了。我们刚讲好，不过是最起码有到及格标准。安尼就是因为肉蛋比个这个油脂厚度，阮的做解释。我们鱼温之所以会有低爱原因，就是讲，因为我们早期的养殖模式就是讲猪的那个排泄物就去这个鱼温。就去鱼温的时阵伊即摆这藻类繁衍就旺盛，繁衍旺盛呢，咱即摆鱼啦、虾伊得去食这藻类。一方面呢，咱饲鱼嘛有收入嘛，内底鱼嘛有收入所以早期咱大概拢是种模式，大概咱的5个池子中就有一个低调，大概早期种模式。只是说后来呢，因为这种的成长速度已经跟不上咱这个人工配合饲料所以讲即摆这种模式其实已经
不太看到了啦。除非讲有人本业跟你起底啊，才有这种模式。不然基本上，如果他的专业是在养殖的话，一个人看不到讲底下排泄物就有底下这样看不到。我做啊，医院那方面乌鱼条原理后有两种的做法，一种就是讲迄大鱼要来吃，伊也惊，大家讲三节要先在内面，对。所以同我安尼开始加滚，同我加起起。迄个较早迄个本身好伫内面，就把你搞。伊有准奶啊。对啦，有一款讲。够人，迄阵啊，伊就要来遮要先啊，拢加上比一比，所以伊也要煎了，伊也要煎煎到尾手顶悬，然后直直起，伊剥了一个起来，剥了一个起来，大变成一摆比一支条，然后乌就乌条。好。因为伊这爱根据你的手感啊，然后可能个颜色，当然伊这主要还是要经验，然后就去分门别类说，伊这是剑雄鸡啊，还是讲它是已经过头了，大概是安尼。咱这个秋烤的部分就是主要就是讲咱的乌鱼子已经分等级分完之后，我们先接下来就要断定说你的乌鱼子平均重量，一个乌鱼子到底是几两。让你自己选或是说你要采用抽签的方式，每一个黑篮子里面固定都是50斤，你选中的那一篮，我们就下去数数看说，里面总共几个乌鱼子。假设我们今天里面数一数，大概是100个好了，我们就把50斤大概是800两，然后除以100，那我们就可以换算出说，那你的平均乌鱼子的大小，那就是8两。看他们8两的收购价是多少钱，全部的其他就是用这个8两来做定价的。